哥，你猜的没错，海市给我们上游出价3个亿，买到原料。放消息给其他竞争对手，或是出价10倍买断，不要给海市留一点喘息的机会。好，哥，他就是那个泄露我们合同底价的叛徒。我操！饶命啊！饶命啊！你也跟了我一段时间了，我又不是什么暴力杀人狂，别紧张。你饶了我这一次吧，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当然可以。让你赌一把，是话，我放你一条生路；是人头，就丢进江里喂鱼。要不要猜猜看？是还是我？我操！我操！我求求你，饶了我！饶了我一命吧！找个麻袋装死在身上。妈，再记得我别急，好看点。这干嘛呀？这海家二少玩的还挺大呀，哥，要不要我下去敲打一下他？江晚，霍清文，你该不会要和我表白吧？我是江家的大小姐，而你一个小门小户的中产，学习好又怎么样？你也不看看你自己的身份，呸！好，今晚是我看错了人。你漂亮，你漂亮，身体怎么也变瘦了？你家欠了我家6个亿，现在让你跳个水，竟然拒绝。海上，欠你的钱我会给你，何必这样侮辱我？侮辱你，江晚，你还以为你是江家的大小姐？你现在不过是条丧家犬，装什么清高？原来他就是那个江氏财团的独女啊！财什么团？都破产了，他爸妈烧炭自杀了，他嘛，我看是要出来卖了。我听说海家接盘了江家，他现在欠海家几个亿，我看啊，这辈子都还不完喽。海少今天过生日，可千万不要因为这种贱人扫了兴，我们现在就让他下水。太子爷怎么突然来了？太子爷可不是我们的
小心点，别得罪太子爷，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哥，敲打海风这种小角色，我来就行了，何必您亲自出马？哎，谁先捡到这龟谁，10秒后还没滚，后那可是后世最新款的，限量款的，500万起拍呢。钱是小事，要是对上了霍爷，就别想在港城混了。哎，走走走，哎呀，什么风把霍爷您给吹来了？海风，你胆子不小啊，敢打霍氏生意的主意。哎呀，霍爷，我哪敢啊！你可别生气。听说这江家的小贱人早些年让你吃了大亏，现在他江碗落在我手里，霍爷，您说怎么整就怎么整，我可是一心都向着您啊！原来他就是江碗，怪不得哥要亲自下来。海风，想拍马屁也要掂量掂量自己配不配。你对霍氏供应商做的手脚，这事怎么算？我不这样做，霍氏哪能注意到我这种小人物呢？救命！我倒是头一次见有人把挖墙脚说的这么清新脱俗。别少，我这不是挖什么墙角，这是另辟蹊径，寻求合作。霍爷，有钱大家一起分嘛，把市场做大了，对你们也没有坏处嘛，不是？你和供应商串通吃50%的回扣，这事你家老爷子知道吗？他妈的，怎么这么快就被他们发现了？如果被我爸知道，他会打死我。哎，霍爷，时下留情，有话好说，回扣我吐出来，补偿这次霍氏的损失。你看行吗？那你买通我的人泄露底价给你的账，霍爷，我错了，饶了我吧。看在你今天过生日，我给你个机会，要按底下的3倍赔偿，要我打断你2只手。6个亿，霍家老爷子会打死我的。那就只能打断你的手了。别，霍爷，我是真拿不出6个亿啊！动手吧。别，霍爷，江晚，他是我家6个亿的生死契，我把他递给你怎么样？你不是恨我送给你，随便你怎么玩的，霍爷。行了，把他捞上来吧。我可不希望霍家的产业里死了人。行吧，是跪在霍爷面前，好好赔罪。以后就跟他了。哎，霍爷，您千万别生气，以后我一定为您鞍前马后，以您马首是瞻。原来衣服脱了。怎么？江大小姐时至今日还想当硬骨头？刚才在泳池边楚楚可怜的劲儿去哪里了？霍爷，如果我脱掉衣服，能得到什么？你觉得你对我来说有什么价值？据我所知，霍氏旗下的珠宝公司即将筹备上市。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能帮着他上市，那么霍氏就会击败宋氏，
成为港城第一财团，而我就是这个能帮珠宝公司上市的。和手下人才济济，你凭什么觉得我会选你？这世间的一切都有它的价格。霍爷财大气粗，但是你身边缺的不是人才，而是斗士。如果霍总愿意的话，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帮你得到你想要的。似乎有点意思，继续。当然，霍总不感兴趣的话，我也可以试试其他人。激将法是没用的，你这样的女人，我要多少有多少。不过我这个人向来喜欢乐善好施，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Alright, it's Baker. Everything you want. 如果是画，你明天就要偿还海风拿你抵的6亿债务。如果是字，我可以给你个机会，让你去做你想做的事。不过以后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包括取悦我。成交。我赢了。看来你还是有点理解。你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在取悦你。这可是你自找的。I'm falling, fucked up over you, baby. Lose me, leave me like you do, darling. I'm calling, lay me in my tomb. Come here, baby, don't come break down these walls. Don't leave me alone. Come here, baby, don't call me strong. Touch it Father, forgive me for all. 说吧，想要什么？我想要霍氏珠宝设计总监的职位。如你所愿，明天早上9点来总公司22。怎么样？今天这场戏我和你配合的不错吧？阿姨，今天谢谢你啊。你我这么多年的感情还说谢呢？我也就只是帮你把派对安排在了霍家的酒店里而已。不过你怎么知道霍青文一定会帮你啊？我不知道，我在赌。你就不怕他真的恨你啊？现在你的小命都捏在他手里了，我真担心。阿姨，别担心我。现在整个港城只有霍青文才能和宋家抗衡，我别无选择。说，这是我自己家，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去？我就是想看我服最后一眼。家，这里已经被查封了，马上就要被拍卖了。她就是江家的独女，是。江是绝对不会做这种猥琐的勾当，和你这种地痞流氓同流合污。是你对我服做了什么？
大小姐，啊不，现在什么都不是。我劝你不要不识好歹。当我送起名录的就是这个小子，看你能不能这么硬气！哈哈哈哈！宋启明，我发誓会让你血债血偿。江小姐，请稍等，这边霍总还在忙，晚点会叫你进去。哥，说你讨厌江晚吧，你要让他当总监；说你不计前嫌吧，你又故意晾着他。不过他也是活该，大学时期他那么羞辱你。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霍总呢？霍总下楼开会了，没通知你吗？没有通知我。那是因为霍总走专属通道下去的。我劝你还是快去吧，会议已经开始半小时了。大家看，这是我们设计部新出来的设计方案，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我们大家好好讨论一下。我来晚了。设计不错。霍总，这位是？从今天起，江晚将出任设计部的新总监。霍总，之前不是？为什么突然外聘了一位新总监？我做什么事需要向你解释吗？霍总，是我说错话了，有个事我必须向您汇报一下。设计大师 Lawrence 昨晚已经底稿，但宋氏那边比我们抢先一步接触他，不排除是已经有合作意向才来的。如果真让他们达成合作，那我们的珠宝线以后发展会很艰难。好，我知道了。霍总，捉弄人好玩吗？怎么，这就沉不住气了？做任何事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江小姐年轻气盛的时候做的事情忘记了吗？如果现在连这些都忍受不了，那我劝你早点离职。您放心，我比任何人都知道代价这两个字。我一定会坐稳霍氏珠宝设计总监这一职位。那我拭目以待。想要整个霍氏珠宝服气，这个 Lawrence 我必须拿下。钟毅，帮我查一个人。阿婉，抱歉啊，我来晚了。没关系，有消息了吗？你都不知道，那个什么 Lawrence 真是孤傲的很，行踪飘忽不定的。不过这也难不倒我了，我托我道上的朋友打听了一下，原来啊，他和兰桂坊花东夜总会的老板交情很好，今天那老板过生日，他一定会去。好，我明白了。不过我要提醒你一下，那家夜总会宋启明的女儿宋梦田也有股份。他很久以前就已经看我不顺眼了。我是怕万一宋启明也去的话。没事，血海深仇，迟早是要见面的。宋小姐，好久不见啊！久仰久仰，今日一见，果然气质不凡。听说今天霍家那位太子爷也会来，他很少和宋家走动啊。
宋家这2年发展不如霍家，老钱大战新贵，该不会是想联姻吧？有可能。这是哪家的小姐啊？这才是真正的天仙下凡呐！这不是江婉吗？哎，别停，别停，到！哎，对，看着点儿。劳伦斯先生，你好，我是霍氏珠宝的设计总监，今天来想找你谈一下合作的事。谈什么？江婉，我还以为你死在哪个夜场了呢。劳伦斯先生，你别被这种人给骗了。宋小姐，这是怎么回事啊？劳伦斯先生，他可不是什么设计师，他早就破产了，现在只不过是一个欠了一屁股债的陪酒女。之前啊，他为了还债，可是什么都干得出来啊。这就是那个有名的江大小姐吗？现在都沦落成陪酒的了。我还以为是天仙下凡呢，没想到是人尽可夫啊！海风，你在公共场合造谣，我会采取法律手段让你负责的。法律？法律算个屁呀！看来上次挨打的教训你是忘记了。你以为我真的怕他们了吗？那上次是谁在霍清文面前跪地求饶的？你他妈小狐假虎威了！你现在只不过是我送给霍爷的玩物，泄愤工具罢了。别忘了当年你是怎么羞辱他的，现在他巴不得弄死你。这是我和霍总的事，轮不到你来说。别忘了，我是以霍氏珠宝设计总监的身份来的。你要是聪明的话，就不要来找我麻烦。霍氏珠宝设计总监这个职位已经空悬已久了，我还从来没有听说有人上任。我看呀，你就是个混进来的骗子。来人，把这个低贱的陪酒女给我扔出去！霍总，这么巧啊！宋老板，我很少听说霍总来这种声色场所，今天怎么这么有雅兴？宋老板不也一样？应付完反黑组，还有精神来喝一杯。霍氏珠宝线这几年蒸蒸日上，霍总胃口更是大了，还想来我这里分一杯羹。只可惜劳尔斯对我给的价格很满意，已经决定和我们签合作条款了。宋老板，喜欢半场看香槟，可不是个好习惯。来人，把这个低贱的陪酒女给我扔出去！看来有人比霍总更急。霍氏的设计总监，这牛皮吹的可真够大的呀！就是，我看他就是在撒谎。一个低贱的陪酒女装什么清高？让大家都好好看看，你是个什么货色！宋大小姐，别生气，这种贱人教训教训就好了。把他衣服扒光，看看还敢不敢再嚣张！宋小姐，这不合适吧？这毕竟是……先生，这是我和他的事，希望你不要插嘴，除非你是不想要我们宋家的设计赞助费了。看来霍总的新欢要吃亏了。你们敢动我，我就报警！报警？你报啊！你报啊！贱人，你还敢还手！
看好吗？我的人，你们也敢动？说，谁挡的？怎么回事啊？不是说霍清文讨厌这女的吗？这事护着她。你傻啊！他要真是霍氏的新总监，被宋氏这样当场羞辱，不就等同于打霍清文的脸吗？我看霍爷八成又是被这狐狸精给迷住了，这下海风可惨了。清文，你不要被这种不三不四的女人给骗了，你忘了她以前是怎么对你的？谁打的你？指出来！不会呀，不会呀，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是他冒充霍氏车企总监，我是为您着想，替您教训教训他。霍爷，霍爷的人，轮得到你来教训？海家这种夕阳企业该破产了，拖出去，把他的手打断。哎，宋小姐，救救我，救救我！霍爷，霍爷救我！我不是，霍爷！清文，你要为了这个不三不四的女人砸了我的场子吗？宋小姐，我们还没有熟到这个份上。另外，往来的基础是互相尊重。我霍氏的人被你这样欺辱，今晚是你的姓氏保护了你，再有下次，我不会手下留情。江晚是我霍氏珠宝新任的设计总监，今后将负责霍氏珠宝的全线产品。和他作对，就是和我霍清文作对。去个夜总会搞这么大动静，你本事不小啊！霍总，引人注目，并非我本意。江晚，你还真是嘴硬。今晚要不是我在，你怎么守着？霍总这是在展示自己的魅力吗？要不是宋梦珇喜欢你，他也不会这样来为难我。我可是受害者。又开始演吃醋的戏码。霍总如果不喜欢，我可以不演。怎么？生气了？江晚，记住你的身份，别试探我。霍总，我会铭记在心。我想搭上 Lawrence 这条线，如果能拿到他的邀请函，就可以直接进入全球珠宝峰会的决赛。而决赛的冠军能获得北洋顶级矿业的独家合作权，掌控稀缺原料。所以你想做什么？宋氏花高价请 Lawrence， 一定也是想拿下全球珠宝峰会大赛的冠军。我想把 Lawrence 挖过来。不行，这件事你不用管了。击垮宋氏，作为我给霍氏的回报，不好吗？我再说一遍，不许去宋启明的地盘上闹事。
宋启明以前是3联会堂主，这些年虽然洗白成了珠宝商，但现在处事手段和以前别无二致。如果贸然行事，你连自己的死我会小心的。无忧，老板有何吩咐？从现在开始，你负责江小姐的人身安全，除了公司和这里，她去任何地方都需要向我确认。这是秋季新品的设计方案，大家看一下。这个还蛮新颖的，看确实不错啊。这个题材怪少见的。哎，这个地方画的不错。哎，你看这儿，确实可以啊。哎，你看这画的，这真精致啊。是啊，哎，这个地方可以修改一下。去哪儿？书店。名为保护，实则监视。有他跟着我，根本不可能再去接近劳伦斯。虽然霍庆文现在愿意给我资源去斗宋氏，但他毕竟是个商人，不可能不计得失的去扳倒宋庆，还是只能靠我自己。又去哪儿？去看一个画展，应该不算超出霍总的范围吧？你这只有3个路口而已。这样，听说了吗？张影后这次去电影节带的可是霍家的珠宝。我记得他以前一直是用宋家的珠宝啊，霍家能撬动他下了不少血本吧？何止呢！我上次看总督夫人也带了霍家的经典款，经典款确实好看，我都已经订了一套。是啊。劳伦斯先生，我们又见面了。江小姐，看来你没有受到上次那件事的影响啊。上次的事儿只是一个误会，希望不会影响您对我的看法。怎么可能？其实我很欣赏你这样不卑不亢的态度哦。欣赏，劳尔斯先生，和这种贱女人聊天是不是有失身份了？江晚，你脸皮还真是厚啊！刚才夜总会出了丑，还敢出来到处晃。我是诚心诚意来找劳伦斯先生合作的，如果这也算脸皮厚的话，我还可以更厚一点。劳伦斯先生，您和宋氏合作，只是为了打开亚洲市场，这一点我们霍氏一样能做到。贱人，敢当我面挖我宋家的墙角，信不信我再打你一次？宋小姐，这里可不是宋家的地方，是我好朋友的画展，不要在这里闹事好不好？这样，就当是给我一个面子。给你面子？你还想不想要我宋家的赞助费了？给我让开！劳伦斯先生，看来我今天来的不是时候，请代我向你的朋友问好。另外，他们宋氏无论给多少，我们霍氏出双倍。蠢货，你拿着我宋氏的钱搭上霍氏，左右逢源是吗？宋小姐，我已经受够了你们宋家不尊重人这件事情，而且我告诉你，我合作的大牌比你吃过的盐都多。不是想终止合作吗？现在就终止 ，OK？ 爸爸，我错了，求你饶了我吧，
我不知道那个劳尔斯这么轻易就不干了。是江晚那个贱人陷害的我。蠢货！江晚都知道有劳尔斯，可以直接介入珠宝峰会，你没有脑子就不会闭嘴吗？爸，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阿叔，消消气，表妹也不是故意的。不过梦田，你胳膊肘别老往外拐，我早就知道你看上霍青了，想尽办法嫁到霍氏去。不，我没有，你乱讲。哦，还有这事儿？你知道欺骗我有什么后果？爸，对不起，我不想进狗场。姓霍的一系列动作，摆明了要和我宣战。如果你认不清形势，就没有你这个女儿。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快回你房间去，好好反省。阿叔，我看不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主意。活生生当我一条狗，还咬你一口饭吃，不要妄想上位，听见没有？霍总，劳伦斯和我谈过了，我们出双倍价格把他挖过来，他会给我邀请函去珠宝峰会。谁允许你擅作主张的？擅作主张是我不对，但是把劳伦斯抢过来，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不会追究你又招惹宋氏的责任了。我们没有去招惹宋氏，我去看画展，凑巧碰到了劳伦斯。是，这么巧？运气也算是能力的一部分，不是吗？那你和宋梦田差点打起来又是怎么回事？如果您发脾气是为了这件事儿，那我无话可说。怎么？刚刚不还能言善辩吗？我不敢坏了您的桃花。你以为我在和你闹着玩？像这种有利无害的事，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生气。因为你把我的话当耳边风。等一下，他是在公司。小霍的时候怎么不先向我会场发言？哎，先生，没有预约你不可以进去。让开！哎，先生，哎，妈的，我受不了宋启明那个老王八了。你过来，霍总，让你的妞先出去吧。你坐在这儿听，不用回避。霍总好悠闲啊，大白天的在办公室玩女人，难怪没空和我联手。联手？你之前和宋启明的女人奸情被我捉到了，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你和我不在一张牌桌上，我做不做你都没得说。副总，干掉宋启明，宋梦田那个蠢货根本拿不住股份，等宋氏落到我手里，对你来说也是好事啊。和商人谈生意是要讲筹码，那有价值的信息都没提供，出1对3，就想宋氏在梅苏岛上，表面是在开采翡翠，
实际在那边搞黑产，那边的严查，他极限洗白上岸。黑产，他一直在走私军火和贩卖人口。那就说好了，这2年我的船都可以走江家码头卸货。可以。我江氏绝对不会和你干这种违法的勾当，也不屑于和你这种地痞流氓同流合污。霍总似乎对我的爆料并不惊讶，看来你没有什么成于后的。宋克，等一下。宋氏想参加珠宝峰会，是不是想占领北洋稀缺矿产？是啊，他在梅苏岛的生意出了大问题，所以才想转战北洋。上个月那边军阀火并，把他的矿点吞了。霍总，宋启明不会罢休的，他们一定会和我们争夺峰会大赛的冠军，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江晚，你忘了我刚才的警告了吗？就是江晚，你就是那个有名的江家大小姐，难怪霍总把你藏在自己地方。你说完了吗？霍总吃醋了？我不喜欢浪费时间在没有价值的信息上。对你来说没有价值，对他可不一定，对吧，江小姐？你可是有深仇大恨呐！你可是有深仇大恨呐！江小姐，你的联系方式可不好找啊。有话直说。江小姐，你的联系方式可不好找啊。有话直说。爽快人，这一点你比霍钦文强。你好像很嫉妒他。他比我命好，但他是商人，凡事都要考虑收益风险，靠不住的。不如你来找我，我会告诉你想知道的一切。地址在哪儿？乌鸦，江小姐，怎么了？我胃突然好疼，你去帮我拿胃药。好。江小姐，老板，江小姐跑了。江小姐来的真快。当年我父母是不是发现了宋启明的那些非法勾当，所以才被他灭口的？这么着急？来我身边坐。我时间有限，长话短说。你爸爸一直以为合作的是正经生意，可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宋启明用他的船和码头运非法劳工，走私军火，你爸爸这才知道自己被骗喽。所以，真的是宋启明杀了我父母，然后又伪造的自杀。谁让你爸爸打算把证据交给警察呢？宋启明这个人狠起来六亲不认，只能怪你爸爸好命。他没想到家里出了个叛徒，早就把他的一举一动都出卖了。叛徒？你是说我？他黑了宋启明的钱，离死不远。我要是你，就早点找到他，把他保下来。毕竟他是当年为数不多知道内情的人。他现在在哪儿？这就得你自己去找了。霍钦文现在手眼通天，想找个人也不难吧？哦，看样子他不知道你来找我。没关系，只要以后你懂得报答我就行。
真是一出好戏啊！你的命能等到他的报答吗？最讨厌吃里扒外的，你知道的。二叔，冤枉！我只是看他好看，想骗来玩玩啊。那么多女人，你偏偏找上她。我早知道你有二心，没想到你搭上了这个仇家女人。我大哥死得早，他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这个做叔叔的，怎么也要看他的面子。我不会把你丢去喂狗，但他的命没那么好。等他死了，你去把尸体送回霍钦文那儿，可他放过你。看来之前把你卖去夜场，还是小瞧你了。想报仇，不如我送你下去和你爸妈一家团聚。送给你们玩，玩够了，喂狗。谢谢老大。Into my heart, into my head, into my brain, into my beautiful. This is just my way of unleashing my feelings deep inside me. The spark of feelings. We can get a little crazy, just a friend, just a friend. Don't even try to hold it back, just let go. Tie me up and take me over to your front door. Got me feeling that I'm ready to blow. 霍总真是有闲情啊！大半夜的兴师动众，跑到这种偏僻的地方。宋老板说笑了，宋氏最近的股票跌得这么厉害，还有心思大费周章的绑一个女人？绑？我心情不好，就算上了吧，我气也如何呢？你带来的人要是敢轻举妄动，一定给我陪葬。是。老板，1号货仓被烧了，我们怎么办？宋老板，怎么不笑了？霍总虽然年轻，动起手来倒是很老了。我想宋老板应该不想再接到这样的电话。警察赶到你那里大概需要20分钟，把货转移走才是当务之急。好，好，好，我抓了你的人，你点了我的货仓，很公平。那宋老板放人吗？现在杀的只会让女儿更危险，我得尽快将女儿带给小青。今天去找港城最好的医生来。霍先生，江小姐只是受了点惊吓，休息几天就好了。好。哥，刚才看你那么紧张，你不会又爱上这个坏女人了吧？不会说话就出去。好，我出去。出去之前最后一句，哥，你早就私下跟劳伦斯达成了交易，为什么不告诉他？你觉得他会信吗？他只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你干嘛？看看你死了没？
又要干嘛去？我要找一个人。宋哲告诉我，当年我父母的案子，最清楚内情的人就是我爸的秘书王贺。我必须要抢在宋启明之前找到他，不然的话……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好好休息。帮我，我需要你。我父母就是被宋启明谋杀的。所以你这么冲动，就是为了给你父母报仇？没错，我不但要报仇，我还要拿回我江家的一切。但是我完成这一切，我需要你的人脉和资源。终于说出这句话。有宋氏在前头，就算霍氏成功上市，市占率也总是差一头。想稳居行业第一，你需要一把击垮宋氏的刀，而我可以帮你成为那把刀。你帮我复仇，我帮你击垮宋氏。交给我，我会把王贺送到你面前。今天谢谢你来救我。不救你的话，我霍氏珠宝线投的钱就亏了。如果帮我复仇会给你带来麻烦，珠宝峰会后我会辞职。你这是替我着想。当年你为什么突然变得那么讨厌我？现在再提这些过去的事，还有什么意义吗？也是，辞职的事以后再说。斗垮宋氏对我来说也是有利的事情，你我早已是利益共同体。好好休息。老板，江小姐受伤是我的失职，下不为例，以后不必再限制江小姐的资源。是，老板。宋老板，宋老板饶命啊！王叔叔，你还记得我吗？是你。我比宋启明先一步抓到你，该说你运气好还是差呢？少吓唬！霍爷，太子爷，全都交给你来决定。啊！一会儿江小姐问什么就答什么。我知道，别打我，别打我！我父母当年不是自杀，对吗？对。当年我父亲准备亲自交给警方的罪证，是宋启明销毁的，对吗？啊！没有，你家资产被拍卖之前，宋启明在你家里里外外搜了个遍，没搜到，应该是被藏起来了。至于藏在哪儿，我也不知道。我家当年花重金定制了安保系统，宋启明如果想对我父母动手，他根本进不去，除非是家贼作案。宋启明虽然是幕后凶手，但真正动手杀害我父母，并且伪造成自杀的人，是你。爸爸，我也是被逼的呀，是宋启明逼我的，你饶了我吧，我是你王叔，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啊，你每年生日我都来了，你忘了吗？饶了我吧，你爸爸妈妈一定也不想看到你我的仇恨里。行，谢谢，谢谢。谢谢。
你小时候抱过我，我们都把你当做家人，你却想要他们的命。爸爸妈妈，我会把他们一个一个送上路的。哥，要不要叫医生？婉婉，婉婉，少爷，我给你煮了甜汤。好，放着。少爷，早点休息。这些年你太辛苦，太拼命了，我担心你的身体。我知道了，婉婉，你也早点睡吧。霍今晚，你告诉我，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别说，小婉，你真的很想知道我的答案吗？小婉，小婉，我喜欢你，很喜欢。别走，别走！求求你们别走！别走！ 그대는 어디에 있나요? 자꾸로 찾아봐도 보이지 景天， 않아요. 去查一下江家破产后剩余资产去向，尤其是家传珍宝。这次珠宝峰会大赛，我们要全力以赴，拿下冠军。秋季的新品方案先放一放，把重心放在峰会的设计方案上。是。江总监，我们的新品发布一直都很准时的，你说延后就延后，董事会同意了吗？现阶段最重要的是峰会，孰轻孰重，我想董事会比你更清楚。 别以为你凭几分姿色混个总监就能踩在我头上，王副总监，我想你应该清楚，霍氏珠宝总监的位置不是仅凭姿色就能坐得住的。装什么装？你这种卖色相上位的我见多了，除了漂亮一无是处，德不配位，小心登高跌重。他们两个吵起来。霍氏珠宝这2年。 好像没什么出彩的产品，德不配位这4个字，我想你还是自己人的吧。另外，靠姿色上位也是实力的一种，只要能达到目的，我不介意用任何手段。所以，你最好别挡我。这新总监也是个狠人呐。 原本是宫林要升总监的，他当然不服这个空降的。就是不知道这个空降的江晚到底什么来头，该不会真的是靠睡大佬上位的吧？我搜到了，3年前艾拉时尚杂志采访过他，他是帕森斯毕业的大神。在霍氏干了4年，却还是个副总监，我都替你不值。你哪位？宋梦田。 你应该听说过我，听过，原来是宋氏珠宝的大小姐。我听说江晚抢走了你总监的位置，一个卖色相的小贱人，我迟早让她知道厉害。哼，不用迟早，很快就可以了。哦。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在公司啊？看你办公室还亮着，进来看看你进度怎么样。对我的设计不放心？我是怕你身体没恢复过来，熬夜熬死。谢谢，在还没有还清你的钱之前，我还不能死。那6个亿是本金，我还有利息没跟你算。我想说吧，又有什么事情问？一定要有求于你，才可以吗？这里是办公室。上次是谁想在办公桌上？尺子这么重，不喜欢吗？小贱人，要让你在全球直播上身败名裂，看霍总还能要？欢迎大家来到本次珠宝大赛比赛现场。本次有4个品牌进入决赛，决赛分为上下2个半场，究竟谁有实力能拿下最后的冠军呢？爸爸，让我们你放心，敬请期待。这次我一定好好表现，让姜文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你最好不要让我失望。江总监，王副总监到现在还没来，也不接电话，怎么办啊？没想到吧，你的人已经倒戈了。我要是你啊，我现在就跪下去，免得全球直播会上丢人。这下惨了，王林知道我们参赛方案的所有细节，这对我们太不利了。他怎么可以背叛我们？真是毫无职业道德。根据本次决赛的命题，有请各参赛的代表上台展示设计，并讲解创意。首先有请宋氏珠宝的代表宋梦田小姐，有请。很高兴能参加这次珠宝峰会。我今天看到很多女生到场，那么我想你们一定想听一听我对这款珠宝的设计。这款项链和戒指呢，都是我精心设计出来的，而且我给它赋予了非常高的意义。无论是戒指或者项链，佩戴起来都是非常轻的感觉，非常舒适，是最完美的。下面有请江小姐。很荣幸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霍氏珠宝的新品设计，但是这个材料是不一样的，目前市面上是没有见过的。它虽然看起来很重工，但舒适度大幅提升，所以谢谢大家。怎么会一样呢？宋梦田设计稿里的亮点和创意都和江总监的高度相似，王林把我们设计部的所有心血全卖了。宋氏不可能买通所有评审，就买通了主办方的人。宋梦田每次都在姜婉前面讲解，姜婉在说什么都会显得毫无创意。再这样下去，我们要输了。根据评审们的一致选择，有2家企业进入了我们的决赛，他们分别是霍氏珠宝和宋氏珠宝。让我们恭喜2位设计师，下半场很快就会开始。哥，我也去找人，下半场让主办方把姜婉放前面。回来。姜婉有准备，
我看未必，他上半场全程被宋家摁着打。我相信他。我看呀，你就是被他迷住了，还真是个狐狸精。江晚，正好看看你这只狐狸有多狡猾。下半场的主题是工艺比拼，请2位参赛选手上台来展示上半场所设计的成品。首先有请宋梦田小姐。就像我设计图中展示的一样，这条项链的主题是自由，首饰的重量不应该成为枷锁。这条项链的主石镶嵌，我们用了最新的超轻材料，并且用了多链条之间的结构分散了受力点，让佩戴者只感受到宝石的贵重，而并没有繁琐的沉重感。是吗？只怕佩戴者花重金购买的宝石，最后都感受不到了。这位江小姐，虽然你技不如人，但是你再努力2年，说不定也能赶上我。没必要当场发疯吧？因为这是我的设计。你买通了我的下属，偷走了我的设计。这些设计都是我熬夜做出来的。江晚，你空口无凭，在这么多人面前污蔑我，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熬夜做的？那我问你，这款超轻材料有个致命的缺点，你知道吗？说呀。不止这条项链，这一整套设计里，所有的首饰都有这个问题。这款超轻材质承受不了超过2克拉的重量，这是你偷我的设计，所以这些都是半成品，都只是废口。真正的成品在我这里。这才是我根据原方案完善过后的作品，既保留了轻盈的设计，又能牢牢镶嵌住主石。难怪宋氏的设计和霍氏的有很多相似之处，原来是偷了人家的设计，抄还抄了个半成品，这次丢人丢大了。告诉这帮记者不要乱写，还有要僧彪来见我。你烧的是不是？不是我，是他设计陷害我。我告诉你，宋氏的所有损失，你拿命来偿。霍家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拿到北洋矿产的独家合作，我看上市指日可待了。那可不，这都开庆功宴了。我看明天宋氏的股价估计要跌破10个点喽。你吓我一跳！比赛赢了，霍总不开心吗？我应该开心。江晚，你是不是觉得我的喜怒哀乐都可以由你操控？那天你那么主动热情，就是想制造破绽，好让他偷走你的废钢，是吗？没错。你还真是什么都可以利用啊。霍总，你在生什么气？我们之间不是一直是这样吗？对，我和你之间只有交易，我们之间是利益共同体。是，你又不是今天才知道。除此之外，任何都没有，对吗？没有。哥，大家都在等你呢，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去让司机把车开过来。是。等一下，去保护江小姐。好。搜起门牌杀手来了，哥，我立马去通知所有人。你好，有没有看到霍总？没有。江晚，小心！霍启文，What you want for the world, money, honor, beauty, everything you want. Please be the mask to hide. People treat each other right. Is this really true? Is this really true?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万幸没有伤到要害处，只是要休养一段时间。谢谢你，医生。哥，干脆我没找个人去把那些送的做掉。别冲动，宋氏股价崩盘要不了多久，他派杀手过来，不过是狗急跳墙而已。你去把那几个杀手的尸体丢到宋氏门口，找几个八卦小报给他添一把火。哥，还是你会想。吓到了。你为什么宁可自己受伤也要保护我？你不是很恨我吗？你觉得呢？我们只是同谋，既然你这么恨我，没必要为我做到这个份上。你少自作多情了。我受的教育不允许我看着女人受伤而已。那就好，我不希望我们的合作掺杂利益之外的东西。那你又为什么想要冲上来为我挡枪呢？江晚，你别告诉我这次又是你演的戏。我也不想，但我受到的教育告诉我，欠了人情总是要还的。你欠我的就只有人情吗？还有钱。你倒是算得一手好账啊！现在霍氏珠宝已经拿下了北洋稀缺矿源的独家合作权，垄断了开采权，上市一定没有问题。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一半了，继续占着设计总监的位置，只会惹来麻烦。你想辞职？是。宋启明这次吃了大亏，你觉得他能放过你吗？我也不会放过他的，我一定要让他血债血偿。所以我认为，我现阶段与霍氏做切割是最合适的。霍总也不希望公司上市期间我给公司带来不好的影响吧？你想的倒是挺周到，但你还欠我6个亿。我什么时候欠你6个亿了？江小姐难道是忘了，海峰当初可是拿你在我这儿抵押了6个亿的债？可是你没有花1分钱。我能1分钱不花，让他转让债权，那是我的本事，不代表你的债务就一笔勾销。那我为霍氏珠宝拿下峰会大赛冠军所创造的价值，远超6个亿了吧？一码归一码，你可以信任，但钱一天没还完，你就一天不许走。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江晚，恨可比爱长久。可你现在还受着伤，也要吗？
你脑子里一天到晚在想些什么呢？我现在的确有一件事情要交给你去办。古董投资？没错，国外有几个重要拍卖会，我需要你替我去一趟，我没有时间。哥，你就让江晚这样走了？宋启明不会善罢甘休的，让他远离风暴中心，出去避避风头，免得我分心。乌鸦已经查到宋启明的最新定位了。接下来，到了该收网的时候了。只有这样，才能护你周全。宋氏集团比赛造假抄袭，遭主办方谴责。退！爸爸，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让江晚付出代价的。给过你机会，是你不中用。那个江晚，如今傍上破新闻，一定不是对手。那我们该怎么办？爸，要不我们去国外赌一赌吧？年轻人沉不住气，他们没有关键性的证据，再怎么追着我咬，不过是挠痒痒而已。借你这套玩儿。近日，张颖后与港城首富霍清文被频频拍到同时出入豪宅。据知情人士透露，两人已共筑爱巢，秘密订婚，订婚钻戒大过鸽子蛋。小姐，你不要紧吧？没事，我没事。还说是出国谈并购呢，绕这么大个弯儿过来看他。不满意可以把你赚的那份吐出来。我错了，哥。不过最近你和张颖浩走得这么近，订婚传闻沸沸扬扬，我还以为你有新欢呢。各取所需罢了。他代言的奢牌想要炒作，我何不顺水推舟，在公司上市之前卖一波利好？那你就不怕他信以为真，不理你了？我敢把风筝放出去，是因为现在我手里。哟，这不是江晚吧？被霍清文甩了，跑到国外来了。请让一下。别着急走啊！当初我追你的时候，你转到天上去，我还以为你有多平情玉洁呢，才不是被人玩完，像垃圾一样被扔掉。听说霍清文和张颖浩要结婚了，人家有家世有背景，还是大明星。你现在身份连给人家提鞋都不配，还妄想攀高枝翻身，做梦！就是，说够了。别着急啊，江晚，你还年轻，多傍几个大款。要是没钱了，也可以来找我。看在以前的事上，我还可以给你留口饭吃。哎呀，这种女人给她口饭吃都多余了，不如转让二手货给其他人。二手货，那不得打折吗？哎，现在跟你睡一宿，多少钱？问你话呢？你敢打我？打你还需要挑日子？我他妈！找死！介绍。霍爷，我跟江小姐开玩笑呢。开玩笑？江小姐笑了，跪下道歉。她不过就是个破了产的穷鬼，我们凭什么道歉？他是哪家的？我没记错的话，他是港城王家的，一个不值钱的企业罢了。下周我要看到王家破产清算的消息。
是。什么？护长，你可千万别被这个女人给骗了。她之前就骗了很多男人追求她，我就是之前气不过，拿她出气。护长，她在破产的时候，圈里很多人都想睡她。护长，你可千万别做冤大头啊！这个女人玩玩就算了。我告诉你，我现在还是霍氏的设计总监，我凭的是自己的本事提供的价值，不是哪个男人能随便买来卖去的。还有，如果从你身边走过也算勾引你的话，我看你还是趁早去看看医生。我数3秒钟，还不道歉，下周连你们一起清算。小安，我错了。江安，对不起。你有什么吩咐？我不想再在这儿看到这些闲杂人等。是，我马上把他们请出去。会，厉害，江安，你救救我们呐！放过我吧！不是没时间吗？怎么还亲自来？谈生意路过这边，顺便来看看这场拍卖会有什么好货。结果看到一出好戏了。闹剧而已，我可不认为你会勾引那种货色。那我呢？你当时有没有勾引过我？恭喜你啊，订婚了。我们非常荣幸为大家呈现一件跨越2个世纪的传奇正品——1780年代法国皇室御制水晶音乐盒。此音乐盒由法国皇室御用工匠亲手打造，作为皇后的生日礼物，机芯由瑞士制表大师调教，200年来音色如初。19世纪流入东方，曾经是港城江氏家族的传家宝，起拍价2700万美元，每次加价幅度100万美元。现在，请问有哪位藏家要为传奇开价？2700万美元，有人应价吗？2800万，2900万。请问有人应价吗？霍总，你最高愿意出价多少？2900万第一次。这件藏品。3000万。3200万。会属于我家的东西。3300万。拿什么来？3800万。你不是要订婚了吗？4000万。买个亲近如何？4300万。你帮我拍下这个藏品，我保证，张颖后以后不会再见到4500万，也不会受到我们之间关系的影响。4800万。江小姐区区几句话，就值几千万，未免也太4800万第一次。价值几千万的，并不是我江晚说了什么，而是你和张颖后顺利联姻后所带来的价值。有没有要加价的？那要是我就喜欢这种地下情人的感觉呢？4900万。霍总，没想到4900万第一次，你还有这种癖好。别和我耍心眼儿，既然是你想要4900万第二次，拿你自己来换。5000万美元，5000万美元第一次，5000万美元第二次，5000万美元第三次，成交！让我们恭喜6号席的女士，请你稍后与我们的顾问完成交割。别走，我求求你别走。今天去查一下江家破产后的资产去向，尤其是家传藏品类。江家的资产基本都收回了，只有这个传家宝还没有。我问过国外的朋友，下个月会场拍卖会。这个就这么重要吗？这个音乐盒，只有我们江家人才懂得怎么打开。小婉，你记住哦，这个音乐盒有个秘密空间，
在这里，看，开了吧？小时候妈妈经常在这里面藏一些小礼物给我。怎么样？U 盘的密码锁已经破译了，里面全是宋氏走私军火和炸矿造成非法劳工大量死亡的证据。一定是出事前我父母藏在这里面的，宋启明就是为了这些证据才杀了他们。这里的证据太全面了，姓宋的这次一定牢底坐穿。今天这些证据交给你，你明天坐最早的一班飞机回国，亲自将证据送到总警司的手里。另外再拷贝2份，送给我们经常合作的迷途。宋启明老奸巨猾，我们不能给他喘息的时间。放心吧，哥，我一定能保护好这些证物。放心吧，景天做事很可靠。多谢你，宋启明这次绝不可能再翻身。斗垮宋氏对我来说一本万利。你的确是那一把好刀，只是你欠我的越来越多了。霍总，你已经是有未婚妻的人了，我们应该保持距离。刚才在拍卖会你可不是这么说的。我要还债还有别的方法。你没有说不的权利。What you want for the world? Money, honor, beauty, everything you want. Take to the most. 本台最新消息：宋氏集团涉嫌重大刑事犯罪，专案组今日公布爆炸性证据。宋氏资产被冻结，由组织罪案及3合会调查科已联合国际刑警介入调查。本台记者联系宋氏集团，但无人回应。宋氏珠宝董事长涉多宗谋杀案，港市总警司表示绝不姑息。老大，全都收拾完了，接应的车也到了。爸爸，我们现在要逃去哪里啊？先避避风头，等搜查过去，再去南阳那边，我还有个山头，足够让我东山再起。信箱里还有一些金银首饰，我忘了，你去取出来一起带走。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没杀人，我什么都不知道。跟我们走一趟吧。桑彪，去给我把剑王绑来。哥，宋启明潜逃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吗？和他有关的所有资产和产业全部被通缉冻结了，应该跑不远。他一定会潜伏到风头过去，然后偷渡出岛的。现在放虎归山，后患无穷。警方那边什么意思？警方打算扩大搜捕范围，但是要走程序。太慢了，宋启明在港城黑白两道纵横几10年，人脉很广，程序简单，他都转移好几次了。你今时今日的人脉和手段，一定能把他抓住。我能。霍总，我想再请你帮我一把，条件随你开。江晚，你冷静一点，赶狗入穷巷未必是好事。我不能眼睁睁再看他跑了，不管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只要你能帮我抓到宋启明。什么条件都能答应我？什么都答应你。好，叫乌鸦15分钟内带着安保系统的人集合，另外再给那几个港口的负责人打电话。好。
这是干嘛？以防万一。1800万的僵尸带定位系统，怕你赖账跑了。喂，人抓到了，等会儿就给你送过去。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娘们从妇产科出来的。我新闻，你的女人在我这里，你想要什么？我要一艘船和5000万现金。今天晚上一手交人，一手交货。如果你敢带警察来，我一定会让江晚陪葬。宋氏已经垮台，他对我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你觉得他值5000万吗？哼哼，他不值，他肚子里的孩子呢？李思成，不多说了，晚上在港口交易。就这么让宋清走吗？5分钟内锁定了这只僵尸的定位。搞了这么多事，最后还不是落在我的手里？就看霍启文是选择救你，还是选择铲除后患。不过，就算他选择来救你，等他赶到，已经死透。Tell me the truth. I feel like this myself. You found my way, and I love you. Love is the one secret. Nothing is sweet confused. I wonder why. 江晚人呢？钥匙和钱呢？一手见人，一手交钱。叫霍新文把人全部撤走，我才会告诉他江晚在哪。让他们撤。现在可以放人了吧？码头边的渔村第3间房子，他就在里面，自己去找吧。没想到霍总还亲自来为我送行。江晚现在正躺在房间休息呢。不过我年纪大了，记性不太好，出门前关煤关火，我就不知道了。你们现在撤走还来得及救他，要是追着我咬耽误了时间，那就不好说了。大不了我和他同归于尽。你给我按。宋老板不会真的以为自己还能走吧？霍新文，你不会以为我真的会留活口给你吧？再和我磨蹭的功夫，江晚早就已经1尸2命了。我临死也能拉2个垫背。是吗？
你怎么这么没事。是为了富人，是让你也尝尝我的痛苦。你还想要法律之剑？是你自己选的这条。去把车开过来，给他扔到公款里喂鲨鱼。好。姜文，你自以为你很聪明，但你知不知道，江家破产清算的时候，他也分一杯羹了。他这话什么意思？不要信他，他临死前还想挑拨离间。姜文，你不要杀我！你要是杀了我，你就永远不会知道真相。别急着起来，你要多休息。我没事，好久没有睡过这么踏实的觉了。江晚，我们重新开始吧。宋启明已死，宋氏已经倒台了。我想，我们之间的交易该结束了。现在已经不只是交易了，都是假的，不要相信他。我想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现在事情已了，钱我也会还你。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应该分清楚才好。以后桥归桥，路归路，我们两不相欠。好，好极了，这么快就过河拆桥了是吗？霍总该不是把我们这种见不得光的雇佣关系当做真爱了吧？你就这么讨厌我？错了，我们之间没有爱恨，只有利益。就算你一点也不爱我，那你也该为孩子考虑一下吧。什么孩子？你没有怀孕。原来霍总是为了这个。我是去医院检查，但是很幸运，医生说我只是偶感风寒，并没有怀孕。所以霍总您不用对我负责。就算我怀孕了，我也不会要这个孩子。闭嘴！你大可放心去和影后结婚。够了，江晚，我告诉你，不管我有没有订婚，不管你有没有怀孕，你这辈子都别想从我手心里逃出来。劝你最好还是死了这东西。你就这么狠？我说过，父母爱产子。折磨我？就这么让你折磨？当然，就是王谢堂前燕，熟悉我的原主意。以后这所别墅就是束缚你。少爷，少奶奶的汤送进去吧。还有，以后不用管她叫少奶奶，她不愿意。我说过，恨比爱长久。姜文，你自以为你很聪明，但你知不知道，江家破产清算的时候，他
也分一杯羹了。以后这座别墅就是树家。我别想逃出去。想活家这么久，霍清文从来没让我进过他的书房。你怎么进来了？你怎么躲在这儿？什么叫躲呀？我来找霍总汇报工作，等了半天也不见他下来，就在这儿睡着了。这怎么这么多关于宋氏的情报？既然你已经看到了，那我就……反正现在宋启明应该已经死透了，告诉你，应该没关系。其实我哥早在2年前就已经针对宋氏进行布局了。之前我以为他是为了商业利益，后来他一直把宋氏视为眼中钉。现在想想，他都是为了你。 2年前，正是我家破人亡的时候，为了我，那不然呢？江氏破产时有大量资产被拍卖，我哥他把能接的都接盘了。 也包括那些亏损的，他一个谈生意必谈回报的人，那些亏损在手里一点好处也没有，不是为了你，还能为了谁啊？江晚，我真的不明白，你们之前不是好好的吗？现在怎么说决裂就决裂了呢？还有，为什么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践踏他的心意？我践踏他的心意，我心里应该出误会。 践踏感情的人，从来都不是我。你就这么恨我？我说过，恨比爱长久。怎么？ 又想找茬？霍总怎么会这样想？那我该怎么想？和你装作很相亲相爱。一天没人跟我说话了，累了一天了，还要和我吵架吗？工作不累，你比工作难应付多了。下毒了？ 我哪有那么恶毒？我今天去了你书房，是吗？我只是想问问清楚，为什么你2年前就开始针对宋启明布局了？为什么接手了那么多江家的资产？你怀疑我另有企图？ 我只想谢谢你。有什么要求直接说，不用给我演绎出这样的深情戏。没有要求。他又在演戏，不要相信他。江小姐还真是反复无常。我不这么认为，我一直分得很清楚，有仇报仇，有恩报恩。你接手了江氏的资产，没有让他们倒闭，给了工人们一口饭吃，我谢谢你是应该的。是吗？你一直都很自作多情，你知道吗？你所谓的挽救江家的资产，在我手里不过只是顺手的事。我投资向来喜欢另辟蹊径，因为人少了嘛，才有很多钱，不是为了你。
你刚刚是松了一口气吗？我想也是，霍总这么一个算计得失的人，怎么会为了我做慈善？是，在你眼里我就是这样的人，那你还假惺惺的来问我？江晚，你在这里？我刚刚在茶里放了一点安眠药，你好好休息。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得心。以前的恩怨都过去了，抱歉。从此以后，我们就真的两不相欠了。哥，查到江晚的车，最后停在了机场。他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阿婉，你的行李和机票我给你准备好了。好了，你快走吧，我会想你的。我到了一会儿给你打电话报平安。啊，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啊？我还不是不回来了。拜拜。怎么是你？江晚呢？什么江晚？没看见？你不说，我照样能知道他去哪儿。你变态吧？你就不能放过他？怎么和侯爷说话了？哎，我只是想知道他去哪儿了。你别在这装深情了，霍总，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当年就不会让他那么伤心。当年我让他伤心，难道不是吗？他那么相信你，在所有人都看不好你的时候，只有他一直维护你。可你呢？你把当年的事情说清楚。来，喝酒喝酒。怎么，又在等你那个暧昧对象给你发信息？什么暧昧对象？还能有谁啊？不就是那个霍庆文吗？也不知道你看上他什么了，每天沉默寡言的。反正我就是觉得他好。我先走了，他一直没回我消息，我要去门口等他。霍庆文，听说你喜欢江晚，我喜欢谁和你有什么关系？我看你也可怜，这实话告诉你，江晚那种女人不是你能拿得住的，趁早认清自己。说的好像你很了解他一样。我当然了解他，港城有钱人的圈子就这么大，谁不知道江晚玩的可花了？你不是真的喜欢他吧？我不喜欢他。港城有钱人的圈子就这么大，谁不知道江晚玩的可花了？你不会真的喜欢他的吧？我爱他。给我上！难怪他突然开始那么讨厌我。哥，你真的不追了吗？他那样高傲一个人，只相信他自己看到的。
我说呀，你们两个都张嘴，为什么不说清楚呢？要不我们干脆直接去京城把他给找回来。算了，好。想不到他这么有本事，刚来就入职尚美珠宝了。他一直都很优秀，今日大叶脑真是没救了。张以后已经到楼下了，张美玉，我想听到他的签名。你小心点儿，听说以后的脾气不太好，是吗？江文，你跟我来一下。主管，什么事儿？张以后啊，点名找你来，你跟我来吧。张老师，这就是江晚，我们公司新来的设计师。你有什么要求，尽管和他说。张老师你好，我是江晚。你就是那个和我未婚夫有一腿的江晚。我没什么好解释的，那都是之前的事。但我保证，我现在和他彻底划清界限，冷清了。保证？你拿什么保证？你能管得了自己，还管得了他吗？有害无利的事情，他是不会做的。怎么？你很了解他吗？你要怎样才肯放心？想证明？晚上来找我。皇后，没事了。只要你想，他可以是你。外界都说这是霍家的传家宝，只有每任家主才可以拥有。其实并不是，这是霍家每一任女主人的专属，只要你想要，你也可以拥有。什么意思？我跟霍钦文的订婚不过是一场炒作罢了。我想要高奢的10年代言，而他需要造势，我们各取所需。我对你们的交易不感兴趣，我只管做好我自己的事情。我和他的订婚传闻迟早会被澄清的。我这个人总是喜欢把利益最大化，既然做了，不妨再添一把火。你想利用我？我希望你配合我做一出撞破奸情的戏。我可以立清醒人设，取消婚约，顺便赚一波好感，而你也可以借此上位，嫁入豪门。至于像霍钦文那种富商，他身上有几门桃色官司，再正常不过了。过不了多久，大家就会忘了。事成之后，我会再给你一笔钱，怎么样？一局双赢，听起来我似乎没有拒绝你的道理。但我不会这么做。怎么？嫌弃我开的条件不够好？江小姐，你的胃口对你也太大了吧？像这种既抹黑我自己又抹黑霍氏的事，无论你开什么条件，我都不会做。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没想到名声赫赫的影后，背地里竟然是这种算计的小人。算计，万物皆有价，霍千文可以买你的价值，我也可以。我想你误会了，我靠近他不是为了钱。500万还不够，1000万，闹够了没有？你这么有骨气，那怎么还成了霍千文的情人呢？难道你真的爱上他了？还有别的事儿吗？没有的话，你先出。我本来以为你是个聪明女，没想到你这么不上道。信不信我动动手指，就能让你在京城待不下去？我相信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会被蒙蔽的。你宁愿职业生涯受威胁，也不愿配合我。好，好，好，我就说他心里是有你的。出来吧。Walking on fire, my dad is in pain. 对不起啊，小婉婉，我没有恶意的。我和秦雯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我跟他订婚是假的，但是我想帮你们是真的。我希望你们借这个机会把彼此的心里话都讲一讲，希望你不要生气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就交给你们了。哦，对了，电影节首映的票我放桌上了，你们记得来哦。拜拜。抱歉，是因为太想见你才。这样耍我很好玩是？不，但我想见你，我想拥有一个解释的机会。我又怕你不愿见我。当年我说的话是我不好。都过去很久了，扯平。没扯平，是我应得的，这些都是你欠。所以你表达歉意的方式，就是连和你的朋友再耍我一次，是吗？我请问，这就是我们不合适的原因。不管以前还是现在，我们都不会有好结果。是我和朋友串通好的。从我知道救不了江氏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在计划这一切。我想尽办法让海风把你让出来，想尽办法把江氏的资产握在自己的手里。结果我发现，我才是那个进来的进来的。张美玉愿意送个人情给我，我一下就想出好多种方法。我这一路上都在计划，想说死。你还是这么骄傲，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如此，我才想远离你。我是个商人，我善于控制和算计，我打赢了那么多商战，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你爱在我，所以我只能让张美玉骗你，然后什么？企图我可怜你是吗？不，是祈求你能答应我。这是什么？这是江氏集团的股权书，你江婉现在就是江氏集团的董事长，你父母的鲜血和你的未来都在这里。霍清文，你这是？现在的霍氏集团就是新江氏集团。这些年我想了很多，但是我想来想去，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你安心。我知道江氏是你的一切，于是我开始作业。我发誓，我一定要拿回你想要的一切，帮你报仇。我做到了。所以你一直以来做的这么多，都是。怎么恨你？恨你为什么不明白？难道我们之间一切都是交易吗？你告诉我，你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爱我，才能留在我身边？我爱你。什么？都过了这么久，你为什么不说？你是没张嘴吗？
婉婉，嫁给我。I can feel you every time. 너가 원한다면 신나니 맞게 I can make you fall in love. 홀치로 꺾어파오는 숨 너도 알고 있잖아.